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弘毅阿文的频道，我是阿文。今天我要聊的是这个金秀贤塌房事件，还有他最新的回应。大家都听说了，童星出身的金赛纶选择在她的前男友金秀贤生日当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场以死亡开局的娱乐圈地震，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震撼。事件爆发之后，面对金秀贤的这一次塌房，民众的愤怒和指控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恋童、与15岁未成年女性交往、与未满16周岁的女性发生关系、催债逼命导致他人自杀等等。事件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之后，最新消息又有了金秀贤发万字长文回应这次事件。他的最新回应到底回应了什么内容呢？金秀贤和金赛纶的整个事件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就来跟你聊一聊金秀贤塌房事件的来龙去脉。金赛纶，韩国娱乐圈童星出道的典型，10岁就和元彬主演《孤党特工》，演技很惊艳，还拿下了釜山电影节新人女子演技奖。要拿内地娱乐圈的艺人来比，青春时期的他就像张子枫，小年纪演技就很出众，奖项拿到手软，未来一片光明，国民的好感度超级高，在韩国那也是家喻户晓。但是成年以后，他的演艺事业却直线下滑，变得几乎没有什么消息，断崖式的下跌，像查无此人一样，成了小透明。最让人痛心的是，2025年2月16号，也就是金秀贤生日的当天，金赛纶在家中自杀，年仅25岁。这个消息一出，整个娱乐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猜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再说到金秀贤，她在韩国演艺圈的地位很高，靠着《来自星星的你》、《拥抱太阳的月亮》这些爆款剧，一跃成为顶流，粉丝无数，人气爆棚。这些剧在当年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好多人都是她的忠实粉丝。而事情呢，从2024年的3月24号那天说起。当时金秀贤主演的《眼泪女王》还在热播，热度很高。就在这个时候，金赛纶在社交平台上突然发了一张和金秀贤的贴脸照。这个照片一出啊，立马引发网友的关注。但是没过多久时间，他又把照片给删了。这个操作更是勾起了网友们的好奇心，大家都在背后猜测到底是有什么隐情呢？那个时候，网友根本没有往未成年恋爱这方面去想。都觉得金赛纶可能是演艺事业走了下坡路，过气了，想要蹭金秀贤的热度来翻红。毕竟金秀贤当时正当红，而金赛纶已经好久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了。金秀贤的经纪公司反应也很快，马上发了澄清声明，态度也特别强硬。声明里面说了3点：第一，直接否认了恋爱的传闻，说没这回事；第二，还说金赛纶这么做动机他们也搞不懂；第三，更是放了狠话。谁在造谣，就用法律手段去对付他。这一番澄清，让不少不明真相的大众更加相信金秀贤就是无辜的，反而开始嘲笑金赛纶，觉得他是自导自演恋爱闹剧，想博眼球。而现在回头看，这经纪公司的澄清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就在公司发声明否认恋爱的同一天，金赛纶其实已经在 ins 草稿箱里写好了回应，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发出来。后来是他的亲属把这草稿内容公布了。从草稿里面我们才知道，金秀贤和金赛纶早在2015年11月就开始交往了，一直到2021年的7月，也就是说金赛纶10岁、15岁、虚岁16岁的时候就和金秀贤在一起了。在韩国，未满19周岁就算未成年人，所以不管金秀贤这边怎么洗白，他和未成年人交往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而且从交往前后，金秀贤的风格变化也看得出一些门道，她的穿衣风格啊、妆容啊都有很大的改变，这也让很多网友更加相信他们之间有故事。还有一个时间点特别可疑，两人分手的时间正好是金赛纶满22虚岁生日的前10几天。再想想金秀贤早年说过的话，她说41岁时想跟21岁结婚，当时听着大家都觉得她是在讨好粉丝，说好听话。但现在结合他和金赛纶的事，就觉得特别诡异。另外，两个人确认关系的那2天，金秀贤因为私事缺席了一个很重要的颁奖典礼，是不是因为谈恋爱才缺席的呢？我们也不确定。但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巧了，很难不让人怀疑。有细心的网友还扒出更多的证据，他们发现
金赛纶和金秀贤那张贴脸照和金秀贤2016年给手机拍广告的时候的造型特别的像，而那时候的金赛纶才16岁。就算证据这么明显了，金秀贤的一些粉丝还在拼命为他辩解，说照片拍的时候金赛纶已经19岁了。后来韩国那边又曝光了更加实锤的证据，金秀贤入伍期间亲手给金赛纶写了告白信，还曝光了新的接吻照。这下算是彻底坐实了两人恋爱的事。从最开始曝光的照片到金秀贤写好的回应却不发，这都能看出金赛纶到了最后都还是给金秀贤留了面子，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网友呢，从金秀贤的回应草稿里发现了更让人心寒的内容。当时金赛纶的事业在上升期，又在和金秀贤谈恋爱，放弃了 YG 的续约邀请，加入了金秀贤和他表哥初创的经纪公司。按说他作为公司的元老，能得到好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加入之后公司根本就没有给他匹配咖位的资源，都是一些小网剧资源。这也直接导致了金赛纶演艺事业的迅速下滑，很快就没有人关注了。然后就说到金赛纶2022年的酒驾撞车逃逸事故，据说酒驾是因为公司让他去陪酒，他觉得不对劲想跑，结果出了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金赛纶表现得很有担当，亲自向周围受影响的商户一家一家登门道歉，还承诺承担所有的费用。那些商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金赛纶亲自来道歉，他们还是挺吃惊的，觉得这姑娘有诚意。但他的经纪公司呢，不仅没有正面去公关，任由负面舆论去发酵。金赛纶因为这个事故，广告代言没了，影视资源解约了，还背上了7亿韩元的债务，换算成人民币大概350万左右。听说这个债务本来更高，是金赛纶亲自下跪请求才减到7亿的。即便是这样，公司最后还是和他解约了。金赛纶为了还债，变卖了名下的所有资产，还是不够。大家想想，他童星出道10几年，按说不应该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而后来才知道，他加入金秀贤公司之后，根本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公司从他身上捞到了不少好处，却没有给他相应的回报。当时金秀贤和金赛纶说，债务的事情公司会处理的，公司也确实替金赛纶还了7亿。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公司没说这钱是借还是还，也没提到还钱的时间。即便是这样，金赛纶生前还是努力还了公司2亿韩元。酒驾撞车逃逸事故之后，金赛纶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在咖啡店工作，还参加遗弃动物志愿活动，日子看似很平静。但是2024年，金赛纶想通过参演话剧复出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金秀贤经纪公司的催债通知。金赛纶想联系金秀贤，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他，实在没办法，他就用表姐的号码联系金秀贤，希望给他一点时间慢慢还钱。但是金秀贤收到信息之后呢，马上就把表姐的号码公布给很多的记者，说这就是金赛纶的联系方式。他这种做法一点都不顾及多年的情分，也太让人寒心了。也正是因为联系不上金秀贤，金赛纶才曝光了张贴脸照，希望金秀贤能给个回应。可是他没想到的是，等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嘲笑和记者的穷追猛打。金赛纶被催债催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金秀贤在干嘛呢？他花了88亿韩元在首尔圣水洞买了自己的第3套房产，而且这些事都发生在《眼泪女王》的剧播期间。金秀贤在剧里和金智媛炒 CP， 线下的活动也各种操作，只给婚礼的照片签名，和金智媛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同款的拍照姿势，然后又故意删除，还多次弄出前后脚同款的造型。他在那边和金智媛玩得很开心，谁能想到背后的金赛纶正在被他公司催债的信息折磨得不行。时间到了2025年的2月16号，金赛纶被发现死在家中，警方认定为自杀。舆论认为是金秀贤方催债，导致金赛纶抑郁症加重，最终在金秀贤生日的当天选择了自杀。在金赛纶自杀以后，之前这些事就被曝光了：恋童、与15岁未成年女性交往、与未满16岁的女性发生关系、催债逼命导致他人自杀等等。整个事件曝光之后， Prada 等14个品牌宣布与金秀贤解约。如果这个事件没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他可能就面临高达200亿韩元的赔偿金额。但戏剧性的是，
金秀贤的新剧《山寨人生》的拍摄工作照常进行，片场的工作人员透露，他的状态很轻松，完全不受影响。各大媒体对他口诛笔伐，多位韩国艺人纷纷取关。而随着外界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金秀贤经纪公司发万字长文回应了最近的争议问题，但是很快就被网友全部推翻了。回应很长，总结起来就是4点内容。第一点，公司承认金秀贤和金赛纶谈过恋爱，但强调的是谈恋爱是在金赛纶成年之后，还摆出了证据。他们说照片里的金赛纶穿的衣服是2019年才上市的，所以之前说照片是2016年拍的就不成立了。还有另外一张照片，他们也找到了原始的证据，证明不是2016年拍的。但是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这件衣服早在2014年就上市了。而且网友们也感到奇怪，既然2个人真的有交往，为什么之前的经纪公司否认的那么坚决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第二点，关于金秀贤在军队服役期间给金赛纶写信这件事，公司就解释说，金秀贤可不是只给金赛纶一个人写，他在军队里面给亲属朋友都写过信，表达对大家的想念。而那些想你啊之类的话，就是一种轻松平常的语气词，没有什么别的特别意思，跟对自己亲戚朋友说的话的态度是一样的。第三点，说到债务问题，金赛纶的酒驾出事故，工作上的违约金高达11亿韩元。后来公司还和金赛纶一起努力，把违约金降到了7亿韩元。公司还帮忙把这7亿韩元给垫上了。公司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钱在公司的账上得有个合理的名目，不然公司突然少了这么一大笔钱，容易让人误会是有高管贪污或者是有非法的利益。所以公司就做了一个债务催收的操作，然后把这笔钱列为坏账，这样账面上就能说得通了。另外，金赛纶因为公司帮他还了债务，还得交一笔被赠予的税，他没钱交这笔税，又不太懂法律，这才找金秀贤发短信给求助。金秀贤对这些情况根本就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才没有回短信。公司还强调，这都是公司和金赛纶之间的事，跟金秀贤本人没有关系。而且公司把这笔坏账处理完毕之后，也从来没有找金赛纶要过钱。而各方的说法有没有实锤的证据，就由大家去判断了。最后我们来说一说韩国娱乐圈的现状。韩国的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卷，男女艺人不对等的情况非常严重。比如男艺人有特权生存的空间，即使是深陷未成年交往、债务追讨等等的争议，金秀贤本人还是能维持部分商业的价值。但是女艺人呢，一旦卷入丑闻，往往直接就社会性死亡了。金赛纶酒驾之后遭到全网封杀，在咖啡店打工却仍然被骂是卖惨作秀。女艺人常常沦为资本和权力的双重牺牲品，本质上呢是男性主导的行业对女性价值的榨取。类似的案件在韩国演艺圈屡见不鲜。SM 娱乐2025年的新女团平均年龄只有13.6岁，未成年练习生收入的70%被公司抽走，他们被迫着在名和利的夹缝中成长，一旦失控，就像酒驾、恋爱啊，立刻就会被资本所抛弃。而韩国演艺圈的资源分配也呈现了马太效应，在2025年的韩国影视投资中，男性主导的项目占比超过80%，而女艺人常常被限制在女儿、女友这些扁平的角色里面。这正是演艺行业对女性职业寿命的隐形歧视。在韩国，男女艺人在道德方面执行着双重标准。金赛纶死之后，他的医疗记录被公开验证抑郁症，日记的内容成为了网友的猎奇素材。而金秀贤呢，他在室内吸烟的照片被曝光之后，大家都只说他只是压力太大了。所以金赛纶的悲剧一定不是偶然，而是韩国娱乐圈性别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当男星塌房可以被资本冷处理，而女星的血泪只能以死亡换取关注的时候，这个系统就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韩国的演艺圈还是需要从法律、资本、文化这3个方面打破性格剥削链，否则韩娱的造星神话就只能存在在神话里了。最后，我们作为观众看剧的时候，爱的其实是编剧赋予的角色的灵魂，就别把演员本人太理想化了。毕竟爱情在屏幕上可都是演出来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弘毅阿文，喜欢视频别忘了点一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